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因为武侠小说很简单，它是一个靠力量解决问题的地方，谁的武功厉害谁就赢嘛。降龙十八掌打败了桃花岛的掌法，降龙十八掌就赢啊，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武侠小说特别让我们读者感觉到，心平气和、干净，就是原则很简单，很好 follow 啊。那我们中国人活在武侠世界当中吗？没有吧？你在电影院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郭靖会出来赏他一个降龙十八掌吗？不会啊。有人在地铁上大小便，黄蓉会出来拿打狗棒法打他吗？也不会啊。我们陶醉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因为它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它是我们逃避的地方。我们相信力量，就是因为它虽然单纯而美好，可是它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我今天参加奇葩说会第一次的要开马东一个玩笑呢，我开过你很多玩笑，可是今天要开的玩笑是关于你询问问题的方法。就是马东一开始就问了这些大人，说你觉得小孩打架了要不要打回去？他不是问小孩自己，他问大人哎。这里每个发言的人都是大人，包括你们按钮的100个人都是大人哎。所以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老师的世界喽。你们都经过文明的洗礼，你们都知道遵循法治的优点，所以你们根据这个判断，你们根据种种教育的原则，然后你们决定告诉小孩、告诉老师或者打回去，那都是大人讲的观点。所以马东老师一询问了大人的观点之后，再来问这一队的人，而这一队人说小孩有小孩的世界啊，我们大人不要掺和啊，这些大人就在里面掺和着。是大人的价值观在鼓励小孩子，你应该打回去，你要有反击的力量。当博邦尼在小孩的时候，他可想不出这些道理来，他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嘛。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怎么想得清楚呢？我们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哈利波特本人没有被班上的坏同学欺负嘛，欺负死了。他没有爸爸妈妈，血统被质疑，所以老师要保卫他那个好的几个知己，他要跟坏同学起争执。我们这些读《哈利波特》的人，难道不希望邓布利多校长出来魔棒一挥就把这些坏同学统统给治了吗？我们希望，可是校长有校长的智慧，所以邓布利多校长呢，有时候管，有时候偷管，有时候不管，有时候送你一把宝剑，有时候派一个幽灵，反正就是做各种事情，他就是不出面来替你处罚。他要小孩子自己锻炼。可是老师是昏庸的吗？老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老师知道。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学校被我们当成是最可爱的学校之一，里面有坏学生，有好学生，有坏老师，有好老师。所以我们其实对老师、对好的教育是充满期待的。我们不能因为真实世界的教育制度没有用，结果我们就把它打到谷底，说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制度。我要特别提醒的是，潇潇如果私下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会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坦率可爱的人。可是潇潇刚刚讲了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打那个告老师的人，他设立了一个黑帮的规矩。如果他跟他班上的同学，大伙儿都一起号召说，谁告老师谁就是王八蛋，我们就打他个死。这个价值观散播出来，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叫做私刑，叫做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霸凌。你知道我们这些公众，我们在座这4个人，我们在微博上不会被少骂的。有多少人喜欢我们，就有多少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的人会用多少方式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羞辱我们，用最脏的话骂我们。上网的人可能是个13岁的小孩子，他懂什么？他用最肮脏的话说，他不知道那个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可是我们会忍住，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亮出来，让他被逼迫了他的账户关掉，让我们的粉丝全部到他上面去，把他的版页给刷了，然后让他活不下去。我们不会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知道你号召大家一起来欺负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做了多么不对的事情，这就是私刑。所以法律是一个底线，它保障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自的价值观而约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欺负某一种人。所以如果我今天敢站在告老师的这边，不是因为我认同告状这个行为，可是因为我恐惧私刑这个行为。所以我同意刚才廖凡所说的，培养还击的力量，可是也要培养还击的智慧。我们要相信大人的教育，然后在这个教育当中，我们今天教了几件事情。我们相信反击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反击的力量，可是我们要相信反击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中，如果有理性的、和平的解决的方案，我们就不需要用还手的方法来打回去。好，谢谢。我真的要热烈鼓掌，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我跟
康永哥在化妆间其实聊过，我说你真的要选这边吗？他说我没办法，被选这边了。然后居然一个被选这边的人还能这么这什么从哈利波特到到降龙18掌，能找出这么多角度来啊，厉害厉害。可能尤其像我们两个比较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会被欺负一下或者怎么样？没有，是吗？你都是欺负别人是吗？对，脑汤。好了，我也是。所有说打回去的人是真的没有打过架的，打架和一般的嘴炮不一样，潇潇的嘴炮啪啪啪各种放，但真打他就就哭了。艾丽肯定又是走什么社会正能量，你说她一当老师的，她能告诉小孩他们打回去吗？哎呀妈呀，真够可以。撕碎它！今天晚上我绝对要骑骑，随便骑，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新疆这匹骏马是不能随便被骑的，真的。潇潇那身板撑不了，颠几下下来。那你觉得他们那边会骑谁呢？潇潇啊，潇潇。好，那如今你就骑潇潇了。太讨厌了，因为就如今骑我吧，我不好意思下手，你知道吗？好，我们题目出来了，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红键是打回去，蓝键告老师，请表达你们的态度。按键。第2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KIN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KIN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5、4、3、2、1。77比23，压倒性的，说要打回去。有23颗良知，今天还在现场闪闪发光啊！要告老师，估计这23个人里面有22个本身是老师。好，那个我们要请我们2位团长和廖男神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好，这开喝了这叫牛奶。廖凡，你要是有孩子，在学校挨了欺负，你什么态度？我基本上第一反应会选择让他打回去，但是呢，我得闹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被欺负。你比如说，他要跟这个小朋友抢女朋友，是吧？2个人争风吃醋，被人欺负了，你说打回去那也是正常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发育太早。其实他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来了一个块特别大的，你爸是廖凡啊，打就欺负你了，怎么着吧？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必须得打。对，那就是打回去。你这样，非得给我下这么一套。对，打回去。好这个立场坚定。我觉得你刚刚那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吧？你令尊大人那么有名，肯定在学校常被打。对，肯定的。童年阴影，没打过，但是会把我带到一个黑角落，专舵神秘的拐弯抹角的去处然后摁着我的脑袋说段相声。有过，太可怜了。有过，确实有。那个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长相，真的，长得跟大兵一模一样。我有告过老师，我到了老师办公室，然后老师，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一办公室的老师，所有人都说来先说一段。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老师比黑社会还厉害。那康永哥会选择什么呢？我知道呢，告老师这个行为看起来就是很不上道的样子，不入流。可是奇葩说嘛，就是大家练习一下跟自己作对，内心的搏斗可以增长智慧。你为这个节目已经牺牲了好多了。今天真是到达底线的，是吗？竟然要站在告老师这边。蔡康永选择了告老师记下来啊，记下来，记下来啊！回家记在日记本里。对，太丢脸了。金姐，我肯定打回去。
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我这没有，我觉得孩子们在学校发生事情，大人别掺和，孩子自己解决完事儿了。第一次解决不了，第二次学会解决，他学会自己生存嘛，对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我从小到大都是那个出馊主意的孩子，我指使别人互相打，但我从来没打过。听你刚刚讲的那么正义凛然的样子，结果就是这么个货色。好，那我们这个这么多位选手，前面这6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这3位选择了告老师。你看，老实孩子都老师，这边这3位野蛮生长的啊，他们选择的是打回去。很难得，这次是反方处在一个绝对劣势。反方谁先开始？我先来。我们就是因为你才处在绝对劣势，你不知道吗？打架，大家一想到东北，第二想到新疆，对吧？但是一个新疆爷们儿，今天说要告老师，你可能觉得怎么这么怪呢？那我来说一下。首先，为什么大部分人选择不告老师，立马打回去呢？就是因为觉得不打回去怂呗，怂嘛。但问题是，打回去打赢了，就是真正的威武吗？大家知道威武的武字怎么写？止戈为武，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才是真正牛。小时候在新疆，我也算是比较这个弱势群体，经常被欺负。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恶霸，他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全是我的地方，我就被各种欺负。但是现在过去了20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啊，对学校10公里。你们是每20公里才有一个学校？对。比较稀疏，都是骑着马去的，但是这个哥们儿现在过了20年，他所牛范围还是校园10公里范围内，就那么点出息。小的时候很牛，长大就不见得牛了。所以小的时候打不回去，跟威不威武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知道大家大部分人不找老师，是因为我知道找老师没用。我今天要替全国将近1800万老师道个歉，因为我也是老师之一。我知道我们大部分老师还是解决问题稍微欠了一些，还没到那个位置。如果你去告老师了，那个老师去叫那个欺负你的那个人家长，然后你知道他叫完家长以后，那个人还是来欺负我，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才不去找老师的。但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老师，我真的想去改变一下，请大家相信我们一下，我们这些老师群体。老师应该怎么去办呢？应该去教育那些牛学生，你身强大是不是？告诉你，蜘蛛侠一句话：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别欺负小屁孩，有屁用啊！或者我告诉你，辛德勒名单里面那句话：欺辱弱者不是权力的象征，你要学会保护大家才行。如果还是不行，我告诉你，在新疆怎么解决啊？新疆，如果你真打好，你别在下面打，真有我真有老师来，你们2个过来。我把拳击手套给你，来给我打，在这给我打，我当着面看着你。你是哪边的？没有打你好像就是我的意思是，打回去你也得先告诉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去打他啊，而不是自己打过去，因为你这手控制不了。所以你的观点是说要告诉老师我要打回去了，这意思吗？没有，哎呀，这只是极端。你坐中间吧。对呀，就是没有极端情况，因为作为老师，我真的很害怕学生不给我去讲，大家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是。作为我们成年人，千万不能给孩子灌输一个错误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只有打回去打赢，才能证明你不怂。真正的不怂是根本对他不屑一顾。今天我的孩子被欺负了，我说你给我打回去，你不打回去的话，你就是怂。那我的孩子假设把对方孩子打怕了的话，对方孩子会怎么说？他也给他爸讲啊，他说爸，今天我被欺负了，你也给我打回去啊。双方父母无限的循环，那直到有一方丧失战斗力，这事儿才结束。那什么是丧失战斗力呢？那就是打破了呗。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虚荣当成了孩子的光荣，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想法而耽误了未来孩子的前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大家能稍微相信我们一点点，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好吧？非常感谢各位，谢谢。很有经验。好，齐溪了。好，首先艾丽，打回去。刚才艾丽代表新疆爷们儿，我要代表我们成都爷们儿说2句话。爷们儿，等一会儿，不要碰我，啊！开始耍了。哎呀，好甜蜜啊！
刚才艾丽说她要代表1800万的老师，但是我告诉你，其他所有的老师没有像你这么闲，给我们个机会。好，艾丽，那麻烦你来帮我解决一个纠纷。我现在相信你，好，范甜甜打我，好，你帮我解决一下。来，没问题，来吧，来，看你敢。好，艾丽老师，我姐姐，甜甜姐同学，还是要尊重。你为什么打潇潇？关你什么事啊？非常好，甜甜姐同学，非常好。你打他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爽？你问我妈呀？啊，你爽不爽？你爽你打我呀！老师你这个瞎你打我行不行？你开口就跟我爽，我告你性骚扰，我告诉你，我就告校长。那你性骚扰他就不行，您不能骚扰潇潇。好，是老师。你不能骚扰。好，老师，我懂了。很明显，您的劝解是没有用的。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你能不能当我24小时的保镖？甜甜不可能只欺负我一个人，她欺负了姜思达，欺负了博邦尼，你可以同时保护我们3个人吗？我可以把他制住，他真是我学生，我各种。非常好，老师，拜托你帮我把他开除，然后开除之后你要保证我们校外的安全，你可以保证吗？没问题，可以啊，大家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啊，所以刚才齐溪的重点是说，如果告了老师，老师就算解决得了一时，也解决不了一世，是这个意思吗？那打回去就解决得了一世吗？对。接下来你要听我们的观点啊，听他们观点。其实刚才这一幕啊，是典型的一个好学校的老师进入到了一个坏学校。这个反方非常软弱、非常卑微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我不敢相信他的结论是，拜托恳求你们相信我们一点点。对呀，什么气派啊！对呀，好，来，正方第一位是谁？邦尼。今天特别紧张，因为廖凡是我的男神哦，我喜欢他10多年了，所以说那你够老，你说的我都紧张了。对我特别紧张。然后要抱着你转一圈吗？可以吗？去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太过瘾了吧！廖凡，这边这个大兵呢也喜欢你10多年了。我已经45谢。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不用，已经没有遗憾了。圆满。那博邦你，你感不感谢帮你促成？不用谢我，没关系的。是我促成的。我不要，我不感动，太感动。我要你表达感谢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是那一队的，给你坐下吧，认输。这个题目是我坚持要打的。我觉得今天我来这里说这段话，我就此生无憾了。你刚才已经此生无憾了，你要几次此生无憾？你有几生啊你？你这么会儿已经可以死2回了，你知道吗？邦尼是太紧张，太紧张。然后我先想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然后我不想博取大家同情，是这样。我前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我们小学同学会，喝着大酒呢，我一同学跟我说邦尼，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被谁打过吗？我当时一下就愣了，然后一下就哭了，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的流。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是选择性的遗忘了一段回忆。我以前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胖子，现在也是。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天上体育课，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了一个篮球砸在我的头上，然后我就去告老师嘛。然后到老师面前，我想不到这个比我高、比我壮的男生哭得比我还大声，然后老师就各打50大板，就把这事给抹擦过去了。但是从那天开始，这个男生和他的男生小团体在每一堂体育课都欺负我。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逃避的人嘛，然后我就拒绝上体育课，小学体育课、初中体育课、高中体育课、大学体育课，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在别人面前做运动感到非常羞耻的人。我唯一能做的运动就是在家里跑步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什么样的人会去欺负别人？很简单，欺软怕硬的人。他去通过欺负那些比他更弱小的人，获得一种存在感，一种优越感，貌似自己很强大的这种优越感。所以说，他第一轮去欺负你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试探。他就像一个人走进了超市，看了一堆柿子，他在掂量哪个柿子最软，我就要戳你，我就要吃你，我就吃定你了。
然后我又想到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欺负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很简单，你越害怕，他越兴奋；你颤抖，你恐慌，你求饶，他就更爽。如果现在我能够穿越回过去，去对那个很小的我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打回去，你必须打回去，你就是咬他、踢他、去挠他，你必须打回去。我们不是要打败他，我只是想他证明我不软弱，你不要再欺负我。我想向他证明，你可以打我现在，但是我不会让你爽到，我会把你拖在泥巴里跟你一起打滚。你打我没有什么好风光的，你也很狼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因为比一时的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屈辱更可怕的是，就是你会带着这个屈辱的回忆一直活下去，直到你变成一个真正软弱的人，一个总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人，一个到了新环境里身上还打着我好欺负的那个烙印的人。不要这样，打回去啊！你就要勇敢的去反抗啊，要变得强大啊！当你去告老师的那一刻，你已经放弃了改变自己的这个权利了。你为什么要告老师？因为你希望得到庇护嘛。你希望你什么都不用改变，老师去改变这个同学，老师去改变这个环境，你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但如果你选择要打回去的那一个时刻，你就已经改变了。第一个，你认清了这个现实；第二个，你开始要武装自己。善良是很珍贵的，但是如果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痛苦本身并不是财富，但对痛苦的反思是财富。被欺负本身也不是礼物，但是对被欺负的那个反击就是礼物。你已经被欺负了，就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成你人生的礼物。好，漂亮，漂亮。好了，没有想到一个人居然在3分钟内能实现2个一生的梦想啊！是，对，已经爽了吧？对，好了，再也不要说话了。还没有什么可变的了，蔡团长，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超级有可变的啊，是吗？我只是不想要抢了他们的话说，我知道他们一定能够反击的。OK， 好，反方哪位开始？打回去啊！谁呀？永开，你这个样子像能打回去的样子吗？就是不能随我选择里啊。听得邦尼说的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被欺负的。坦白说，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自己都是被欺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微妙？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记得到底我们欺负过谁？因为孩子会选择性遗忘。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看过哆啦 A 梦对吧？那哆啦 A 梦有一个人叫做大雄，经典的怂货。在小叮当出现以前呢，他的人生超级的可悲，每天被胖虎逼着抢玩具，再不然就是打他，再不然就是逼他听他的演唱会，再不然就污蔑他喜欢他妹妹。大家发现没有？大雄的人生在对方的眼里超级怂，直到小叮当出现以后，他开始有各种道具打回去，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胖虎被玩得超惨，可是你那是什么道具？小叮当有那么多的道具可以讲，他偏要讲一个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的道具。你有一支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是吧？忘记掉缩小放大 ，OK？ 忘不掉。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胖虎的话，这故事会怎么写？有一个人王八蛋叫做大雄，每天骚扰我妹妹，同时用任意门过去看静香洗澡。我最爱的东西是什么？是唱歌，他每天侮辱我唱歌。自从有了机器猫的帮助以后，他每天都把我好不容易借来的玩具给拿回去。甚至有的时候，偶尔我们小朋友打闹闹嘛，反正打不出问题，我就拍他一下。于是乎，他就用小叮当道具来让我出丑，让我丢脸。大家发现没有？小朋友的世界里面，他们的记忆里面只记得自己被欺负过的事情。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小时候有一个人很爱欺负我，超级恨他。可仔细回想起来，他为什么欺负我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也不懂因为什么？就我完全想不到理由，直到有一天，就是我思考这辩题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哎，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其实他每次打我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打回去的，
他每次打我就说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是被欺负的。你懂吗？廖凡，你的孩子如果真的有一天被打，他跟你说爸爸，有人因为我爸是廖凡，所以就打我，不要轻信他，因为搞不好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问人家讲说，哎，你爸是谁啊？哦，水地工人，我爸是廖凡。孩子告诉你他是被害者，不要相信他。他可能被害，可是他至少也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被害。所以孩子是分不清道理的。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懂道理的成年人，例如老师来教育他，告诉他什么是道理。胖虎，不要欺负大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力度在你眼中是小，对大雄来说是大。大雄，你不要歧视胖虎的唱功，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哪怕他做得很烂。这是一个好老师，懂吗？虽然有一些老师做得不好，可是不要放弃去告诉老师。就好像有一些医生医得不好，你不可能因为医生医得不好就乱吃药吧？所以我们告诉小朋友要告老师，不是让他们怂，而是让他们懂道理、学长大。你们告诉我们打回去，不是你们勇敢，而是因为你们不想长大。谢谢。哇哦，大逆转啊！嚯，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强权的比赛现场了吧？对，语言就是力量啊！好，潇潇来吧。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现在小孩油嘴滑舌，很有可能我被打了，但是我先犯的贱。那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小朋友。那我作为老师，那我怎么评判到底谁是谁非？如果这个小孩这么喜欢说谎的话，那告老师有什么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举了小叮当的例子，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小叮当鼓励大雄说：“大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去告老师吧。”说真的，我们看不到几百集的哆啦 A 梦，因为一集就完结了，没有人愿意再跟大雄做朋友。好，我来解释一下，其实刚刚大家我们的票数为什么会这么悬殊？有70多个人选择要打回去。其实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真的被欺负的话，我相信现场有些朋友是不见得当机立断会打回去的。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大家还是选择了打回去？是因为大家觉得告老师是一种非常龌龊的行为，大家觉得很不耻。如果我选择了告老师，我很丢脸。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初中班主任也是不知道作什么妖，弄悄悄话信箱。好。他做这个悄悄话信箱的原意呢，是想大家有什么思想动态，及时跟他汇报。但其实他弄巧成拙，悄悄话信箱就成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互相背后捅刀子、互相背后倒黑水的一张温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经常会找一些同学去谈话，然后那段时间我们班上人心惶惶，而很快悄悄话信箱就被取缔了，因为在悄悄话信箱的背后，我们班的施暴行为更加严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欺负了谁，我很清楚的知道，老师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很清楚的了解。在我们的学校，我们不打勤的，不打懒的，我们就打爱告老师的。你们知道吗？刚才金姐说我们这边像是什么坏学校的人出来，其实恰恰相反。像我和思达是属于从小就娘的比较彻底的男生。OK， 不要忘记你是代表成都爷们儿在说话。好。而邦尼呢，一看就是小时候特别容易被人欺负的傻白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傻白甜。对，我告诉你，因为现在的小孩是很刻薄的。如果你遇上一个熊孩子，你真的很想死。你在飞机上如果遇上一个熊孩子，追赶跑跳碰，你觉都不用睡了。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没有办法跟小朋友去斤斤计较。那这个时候谁能治他？只有孩子。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孩子，这个时候只能以暴制暴。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No。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告老师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告了老师，老师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我们的孩子爱上了告老师的这种感觉，他迷恋权威，你懂吗？
比如说，我长大了，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是被老师保护大的，那我就会问马老师，马老师，范甜甜老打我，去死！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我领导对我的态度。如果我产生了迷恋权威的感觉，长大之后我就会对我的领导倾诉我所有的抱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请的不是一个员工，他请的是一个祖宗。打回去看上去粗暴，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敬你是条汉子。而如果他真的告老师，我打他，那就是我打你是个子。谢谢。贝奇基呀！加油加油！你说怕迷恋权威嘛，是吗？在迷恋拳头怎么办？我告诉你，第一个问题，首先是你欺负了我，我才会反击，我不是施暴者。同样的，你欺负了我，我才告老师，这不合理。迷恋拳头怎么办？不会迷恋拳头。如果你一直打我，那我当然一直反击喽。像你一直打我，我一直告老师喽，所以迷恋不是问题，对不对？首先你发现没有，我一直打你，你一直告老师，你也发现告老师没有用，对不对？这个再解决。这再解决，你一直打我，我一直打回去，打回去也没有用的。来，第二道问题，刚才说你是成都最娘的，我没说成都最娘的，我告诉你，他没有说他是成都最娘的。笑笑来。他们没有办过这个比赛，没有选出这个冠军过。好，来继续，让朱晶继续。我个人认为你是成都相当娘的。那请问你怎么打回去？你是打的都是女孩子吗？哦，那还真，我告诉你，那还真不一定。打回去是表明你的态度，我可能打不过，但是我要打回去。所以你就是本身就不喜欢告老师了。对。因为你觉得老师没用，对不对？不是，我觉得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今天甜甜姐是老师呢？来，起立，老师，我欺负了张思达，他来告老师了。啊，老师，那欺负我。好，那我跟他道歉。给他道歉。对不起，姜思达。你以后别打我了。好，马老师快敲。好，你发现没有？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嘴上说着对不起，心里更想打他。我们等一下解决。他处理方式有问题。刚刚那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中华女子学院。好，齐溪告一段落啊！现在反方第3位如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实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讲到现在，就是唯一一个问题而已，就是他们每次告的老师都是一些很怂的老师，有问题的老师，像艾丽的老师，解决不到问题的老师。如果今天找一个强悍的老师，会解决问题的老师，那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是老师出现的问题，不是告老师这个行为出现的问题。这是第一。讲一个故事啦，有一个学生，他光头嘛，因为他身上有病，他癌症，然后他光头，小朋友就很喜欢欺负他，笑他你是光头，你是光头，你是光头，那怎么样呢？那是打回去吗？也不是，那老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把自己的头给剃光，这样以后谁在取笑光头，就是在取笑老师，就没有一个小朋友再敢取笑光头了，这就是解决方案嘛。是小朋友被欺负的方法有很多元。如今的意思应该是老师用这个方式让同学们知道嘲笑光头是错的行为。对。后来他们欺负胖子怎么办呢？他们欺负胖子的话，老师会劝这个胖子减肥，这样子别人就不会欺负你了。你以为我会讲叫老师吃胖是吗？被反摆一道吗？用多元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说告诉老师，老师可以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比你每次打回去，然后他又再打回你，你再打回去，以暴制暴，这解决方案不好。而且很多人以为小孩子打打闹闹打不死人，其实是错的。小孩子打架是最不懂得分寸的。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出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玩嘛，看了周星驰的电影，打开一个门一个板擦，这样一掉去那个头上，很可爱，是不是？那每次被拍的那个小朋友就想，每次都是我被欺负，这次我要打回去，我也来一次。放板擦太弱，他拿了一块砖，
哎呦，对小朋友来讲，砖跟板块除了方形不一样之外，其实他不懂得伤害也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放了一块砖，你想一下，小朋友当时的年纪和高度大概是这里，一块砖一啪掉下来，幸好还好那一天他打的是肩膀，如果打到是头，那就是头破血流了。不止这种，还有第二种小时候的恶作剧有很多，我们放一个钉在那椅子那里，一坐下来扎一下屁股，哈，很痛。小朋友被欺负多了，他觉得这是要报复，他拿一根很长的圆珠笔。哦，你这是刚刚马东讲的仙女棒吧？还没说完，专心听一下。我们把圆珠笔给放在椅子那里，起立，行礼一坐。你知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重的小孩子，一坐下去插进去，想到都痛。没有一个小孩子会用深蹲的姿势坐下去的。是你们谁教他深蹲这两个字啊？我最近在健身，深蹲是健身词汇，健身词汇。所以我们说小朋友不懂得分寸，不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打回去。你总是让他打回去，万一出了事的时候，他真的打赢了，而且狠狠赢了一把，以后那个在病里面屁股有个洞的那个学生，哎，本来就有洞了，多了一个洞。所以不要让小孩子打回去，有时候打回去意外发生的会更严重，到时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谢谢。好，那我们这边就只剩下名媛了，名媛了，对。哦。就作为最阳刚的名媛，我必须把对面的问题指出来。对面永开告诉我们，非常危机啊！就今天他打你，本来你先犯错，因为你犯贱，你先呲人家，所以我打你应该，而其他人看不出来。问题恰恰是各位想一下，自己从小到大被欺负的时候，真的都是因为我们主动去犯那个贱吗？我们真的非常的无辜。在学校什么样的人被欺负？小的时候，娘娘的小男孩被欺负，对不对？现在谁敢欺负潇潇？因为他太能讲了，你不敢欺负他。小的时候那不一定啊，对不对？什么样的小女孩被欺负？长得黑黑的，或者长得胖胖的，或者单亲的，这些人招谁惹谁了？他们是无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打回去？讲我们的道理。最可怕的是被欺负吗？不是。小朋友欺负来欺负去没有什么问题，上课大家都在听讲，下课就到处的跑闹，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今天最可怕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孤立、被排挤。孤立是什么概念？各位来奇葩说今天来看，假如说你多年之后你能想起来，因为当时你旁边坐着的人和你发生一点口角，你记恨在心吗？大概不会。你多年之后回想到的是，这次来奇葩说现场，你的朋友们都去，就没带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高老师会带来这种极大的问题。第二，小孩子们有小孩子们的江湖规矩。为什么我们提到说所谓的权威，不是棒权威和棒拳头的问题？棒权威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伙，而你已经和大人站在一个队伍里了。小朋友们一直在玩嘛，今天你打一下，明天我打回去，而高老师就是自动的与所有小朋友们为敌。为什么我们总是给那些人外号，叫做什么？在东北话里叫欠儿灯，对不对？对，就典型的嘛，太招人讨厌了。所以我们都不再和你玩了。小朋友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彼此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大人们想象的一种文明、一种规矩。我们长大和彼此打交道的方式，往往充斥着一点点蛮性，是不是？而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我们对彼此的、对同伴的认知。而今天高老师，你只不过是在放弃自己的童年而已。所以啊，小孩子打打闹闹非常天真可爱，没有什么巨大的问题，不会都像对面颜如晶讲的，今天就立一个这么长的圆珠笔让你做下去，把这件事情太妖魔化了。这件事情放轻松，只不过让你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和同龄人一样的
无所谓的、快乐的成长的童年。好的。我们发言是根据老师的能力来进行区别的。来，那个如晶先说。他说了这么多，就是孤立。为什么打小报告告诉老师的同学会被孤立？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座各位都说直接打回去就好，不可以告诉老师，是因为你们在传递告诉老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他才会被孤立。说得好。如果今天我们成功的传递了一个信息，叫告诉老师找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大家以后都告诉老师的时候，打回去的人就是被孤立的人了。是的，好，这边来讲，好，这点很有力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告诉老师的这种观念深深植入到我们主流的同学的心中。的问题就在于，小孩子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成年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完全不一样，你没法进行这样的交流。大人，我们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说。除了一些成年人之外，绝大多数成年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你不会看到说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在一起当街牵手的时候，你拽过来那个小姑娘说你这个贱，对不对？不同的世界有不同世界的运行逻辑，所以你这种观点的灌输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好，谢谢。来，马薇薇。我们奇葩说，一般来说，在任何一场讨论的都是3个主题：吃饭、睡觉、骂艾丽。对。小朋友们，他们的社交经验，一般来说也只有3个主题，就是吃饭、睡觉，打另外一个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心中充满暴力。乐观一点说，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嘛。不对。这是小孩世界的社交方式，你们不要跟我比小时候受欺负。作为一个祖籍山东、生在贵州、长在广东，后来又跑到河北去念书，最后又回到广东念书，再回到广东念书，又回到河北念书，最后来北京工作的人，你们跟我比受欺负，转学生是最容易受欺负的，而且是南北方的花式吊打欺负。惨痛的童年经历，能有我现在这么变态吗？你是百炼成钢啊！对，我百炼成变形金刚。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成人的世界，它有一样东西去约束，叫什么？叫法律。可是小朋友，我们今天讲的肯定是14岁以下的了吧？对不对？好，他们是不受法律管制的，因为他们是无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两边要争吵的是什么？到底是让这些小孩子们按照他们的动物性去野蛮生长，期待他们满18岁那一天，咣的一声，就遵纪守法了，就不野蛮了，就不社会化了，还是希望在他小的时候就有老师教书，不仅仅是这样，还要育人呐。所以，当法律缺失的时候，教育就是规则。今天我们不要看到小孩打架的时候就说那是小孩的事儿，让他们解决去吧，也不要让小孩在飞机上大声喧哗的说他还小，由他去吧。你让他一去18年，18年后不是进监狱就是变混蛋。秋晨，好，一个个来说。来，马薇薇，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你双手拿2把菜刀干什么？放下。打回去嘛，然后显得气势一点。好，不是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茹毛饮血到18岁当下成年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着教导，同时在下面打着架。潜规则和明规则共同碰撞，18岁我们成年了。好，如今是个好孩子，没问题。他跟我们说小孩子不懂分寸。
是的，小孩子欺负别人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不尽早的制止他，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没有分寸的情况。没分寸的这种情况，不只是会出现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更会出现在打过来的过程当中，对吧？好，小开说什么？小开说，你被欺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其实你有时候也在欺负别人了，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所以为什么你告老师，老师也分辨不出来？我们不想为难老师，小朋友说话有极强的主观性，老师也不是24小时能盯着他，他怎么能分得清楚是非呢？好，分不清楚是非的时候怎么办？一，像艾丽那样子，所有人抓起来一起讲道理，好，没有用。第二，就是像刚才邦尼说的那样，各打50大板放回去。可是那个告老师的小朋友会怎么想？我冤枉。我没有主动去报复你了，我已经告诉老师了。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你知道吗？小孩子被小孩子打，只是受一点点身体上的伤害，被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是对他人生最大的阴影。谢谢。永开。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一直扣我们一个帽子？他说，当有人打你的时候，你不尽早制止他，就会继续打你。请问一下，你告老师，老师不会制止他吗？也会制止吧？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任由你打我的小朋友呢？不是，我们也有打回去，只是我们用老师的智慧打回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秋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老师分辨不清楚。各位，我们不是要让老师来分辨到底源头是谁，我们是要让老师来分辨每个人都有错。小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永远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就是当我们知道错的时候，我们懂得反省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那个被欺负的人就是一个贱人，我是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生活中的言语，懂我意思吗？好了，不懂就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这个价值宣导，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不要去相信老师，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好，小朋友带着这个思想进去课堂里面要做什么？老师教我东西，不要相信他，他不会解决问题。老师告诉我出去外面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不要相信他，他解决不了问题。到最后，老师就是成为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老师要怎样顺利的教书，就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为什么大家觉得自己生活中都遇不到好老师？因为大家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告诉的就是学会信任老师，这是老师成功教育孩子的第一步。好，谢谢，非常好。妈，你错了，我们不是不相信老师这个人，我们是不相信老师的手段一定可以制止暴力。你懂吗？像如今该提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把头剃光嘛。你刚才说，如果是我很胖，你歧视我胖的话，那我叫你减肥了，我凭什么减肥呀？我吃得高兴，我为什么要减肥？那如果我娘的话，别人欺负我，那老师是不是也要这样呢？对呀。好，然后艾丽又告诉我们什么？她说，真正的勇士面对别人的欺辱，你应该不屑一顾。那我知道了。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以后你们被人打的时候，先不屑一顾，你打我吧，我忍着。好，打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打完了吗？我去告老师了。你懂吗？我们今天说的是打回去，是讲的一种反击能力，而不是我乖乖被你打，打完了之后我回去运筹帷幄，拿一支圆珠笔插你后面。好了，我觉得够了。哎，我们来请这个2位团长和今天的男神，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被感动。廖凡现在觉得还是要打回去吗？我刚才听大家确实辩论的非常精彩啊，确实每个人说的，不管是以自身出发，还是以对方的那个论点出发，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的是有一点是说什么，就是打回去。并不是在于说是你用拳头还是用什么，是在于是说你反击的一种精神，可能是，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生存的一种方式。你小时候被欺负过吗？有啊，你长成这样还会被人欺负？就是因为那都跟长相没关系，不是，就一般长相没长得比较凶残的就不会。我小时候长得特别清秀柔弱，后来是整容整成这样的是吗？哥，谁呀？任建国啊，
建国连整容了，韩国做的。你整的跟廖凡似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人欺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父亲看见我就特别的不高兴，他就问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今天去学校怎么一回事儿，他就说哦是这样，他就说那好，我带你去解决一下，他就带着我呢就找到了那个小孩的家长。你父亲是带着刀去的吗？没有，带着我去的。带着，因为我长得比较凶残，他带着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在我记忆当中被欺负的这么一个。就是家长可以处理这件事儿。是的。所以廖凡，现在你有孩子，你还是会选择让他？我觉得在某一种态度上，我会鼓励他去自己解决。但是一定要有所表示。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一定要有反击，因为你不反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利于你去成长。那你觉不觉得告老师是一个不可取的反击方式？告老师主要是倒不是说老师不能够解决问题，并不是这个原因。告老师当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一种解决方式，我觉得啊，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成人对他的这个教育，我想并不一定他都完全能够接受，他只是被强制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要等他慢慢的去理解这个道理。不需要道理，只需要立场。你选择的立场是打回去，是吗？是的，好了。然后我再告老师。金姐。还打回去吗？我肯定的。我首先2点啊，告老师了以后，他会寻找一个觉得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观点我不赞同的。2呢，我觉得所有家长也不要认为我孩子交到你学校了，孩子有什么学校老师解决，这也有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啊。老师是培养教育孩子，但是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个人经验，我们家的孩子到目前为止都上中学了，没有一次老师打电话说你们家孩子打仗了。但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被打架的经历呢？有。我们家小儿子特别淘气，回来了，我一看，挂花了，衣服撕破了，脸破了。他说同学打架了。我先问，是你先聊闲的吗？是你调戏人家的吗？他说是。我说活该。那你挨打活该。完了，你如果说是没有，我说打回去没有？他说打回去了。我说打回去可以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解决方法。小孩子打仗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每个班都有那个切尔登。明白吧？这2个小男孩打架，所以一个小女孩肯定跑。老师，他们打架了。切尔登，没错，就是轮不到你自己告。对，根本不用你去告老师。而且很多的时候，孩子打得比较挂花了，见血了，把那个父母叫来了，一看一个父母跟那父母猛着道歉，那个父母就赔礼道歉说，那2个孩子在操场又玩起来了。所以说让孩子们解决好了。有一次我带超市去买东西，我在这边挑东西呢，我儿子在超市突然拿了个儿童的小推车，这时候上来一个比他大1、2岁吧，我儿子6岁，那可能7、8岁，这是我的车，梆就给我儿子一巴掌，我眼看着儿子挨了一个耳光，我在旁边一看，这东北娘们差点把东西一摔，嗷就上去了，你敢打我儿子？我正要扔东西的时候呢，我儿子捂着脸回来了，我就叉着腰，我说儿子，他打你了，给我打回去。我儿子说的不，那个时候那个孩子的家长说的，你怎么打人家？怎么那个吧？我儿子说了一句话，一下让我特幸福、特震惊。他说什么？他打我是他妈没教育好他。我要打他的话，我们俩就一样了。警察叔叔会把我们都带走的。哇！我跟你讲，你儿子太会拍马屁了。没有，我平时在和平的时候，我给他说的一些话，在他身上起作用。我心里有点不甘，毕竟看自己的儿子挨了一巴掌，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面对这个问题，他有他这种理性和理念，一个6岁的孩子能解决。好了，我不担心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还坚持在我这个角度上。如果是我的孩子犯错了，你挨打，你活该。你凭什么逗人家？所以这样。金星姐真的是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她的主意是经常变的，啊，就是这个立场的变来变去，这个完全看心情啊。那我们听听蔡团长的吧，蔡团长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啊。听完金星老师之后，常常觉得好像他已经帮我拉到票了的感觉。这样你要滚很多次。节点的时候，甜甜
甜姐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要相信眼泪。但是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大家想的都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帮助跟被帮助人之间，但是我们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真正在这力挽狂澜、力不力过后会流眼泪的人物，那是谁？顾客，是顾客。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公司里的人有一些猪队友跟一些不帮猪队友的人，最后真正遭殃的人是谁？是那一批给了钱去买这个服务的顾客。打一个很简单的类比，我去点餐，餐厅吃饭。一定要聊书本，多聊点。我硬聊了，我要去到点餐餐厅吃饭，就想叫点小菜，但是那边明明有2个服务员，他们在聊天，就一直聊一直聊。我说服务员，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是负责这2桌的，他才是负责那2桌的，我不能帮忙嘛。那2桌是他负责的，这样最后遭殃的是谁？就是一直想点小菜但是点不到的我。真的是生死事小，吃饭事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官僚主义嘛，就是我们打电话去找一个，我想办一个护照，他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2，我按了2，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3，按了3，不好意思，这是4，然后按了一大堆9，不好意思，请你按0。就是踢皮球，你踢给我，我踢给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态度，那不是我的事，我不要帮，帮了是我多事，那不是我的地方嘛。每一个人都抱着这样事情，最后遭殃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不愿意，就好像可能就是甜甜姐这一批不愿意帮人的人了。到时他去点餐的时候，那服务员就在那边聊天，不帮他上菜了。所以我们才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怕吃亏，你怕吃亏，我怕吃亏，到最后是大家都吃亏，这样就很简单啊。不吃亏的方法是什么？就帮啊。这难得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我是有出过去打工的，去打工的时候，因为我不说话，所以我总是做东西很快，但是我的同事们喜欢聊天，所以会做得比较慢。但是既然有一个这样的制度，就是大家做完了才可以一起下班，这样我总是做完了，没有理由在旁边看报纸嘛，这样等也是很浪费时间，这样我就帮他们啊，帮他们做完事情，大家一起下班，他请我去喝个茶，事情就解决了。没有人觉得解决了问题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怕吃亏，大家多少出一份力，顾客会开心，我们可以提早下班，这样就好了。谢谢。这才是真正的鸡汤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他晶晶讲完以后，懒人都是好人给调教出来的，惯出来的，就是惯出来的，好吧？这边说完了，然后就剩最后啊，秋晨，好了，那个今天其实场上最重要的问题，刚才女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总是要你力挽狂澜。刚才陈明说的也对，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在某一些方面不那么给力。可是为什么不给力的同事那么多，却总是要你力挽狂澜呢？事不过3。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如今谈吃，我谈辩论。那我们打辩论赛的时候，会经常见到这样一种队伍。这种队伍里面呢，其他人都不是太给力，只有一个人的能力鹤立鸡群，表现出众。每次比赛最后一个发言，总能营造出一种力挽狂澜的效果。这种队伍会出现什么情况？队伍总是在输，可是这个人总是拿最佳辩手。各位知道最佳辩手是什么吗？就是人类的世界里面的 BB King，OK？ 好了，那些评委会怎么夸他呢？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位同学超强的，他总是力挽狂澜。可是话这么一说啊，这个队伍的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对吧？队伍内、队伍外的人就会去问，哎，为什么你一直这么给力，可是你的伙伴却一直都不给力啊？为什么你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愿意出力，
去相助，可是在危机酝酿的时候，你却没有出面制止呢？这问题一问出来，没有人会回答，可是阴影和猜忌就在我们心里面种下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对方所说的那样子站在世界中心呼唤大家给力，不是的，我们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奇葩界的辩论赛跟他们人类界的辩论赛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输的一方要接受集体的惩罚，而且不管个人表现再怎么好，输的那一方啊也是不会出现最佳辩手，也就是 BB King 的。只有在这种制度的设计之下，大家才倾向于把力气花在前面，而不是花在后面，大家才会有动力去分享自己既有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各位，如果制度不是这样设计的，以大家对我们场上各种撕逼们的这种了解来看，这个场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人想拿 BB King， 很简单啊，甜甜姐吊打艾丽就可以了，关对方辩有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先，我在私底下是见过，那简直就是辩论界的一场奇迹，特别好看，特别精彩，根本没你们什么事，甜甜姐就可以拿最佳了，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不能够这样子做。那同样的呢，我们说的不利，并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在制度上面去解决那个问题发展的源头。在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想想看，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好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肯定你的工作成果，但是不鼓励加班，允许你去帮助同事。可是绝对的是权责分明，奖励优秀的团队，但是会淡化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优秀的制度都是这样设计的呀。即便你帮了800个同事，你补了800次漏洞，我代表这些同事全村都感谢你，行不行？可是你自己想要升职加薪，任何人想升职加薪都要做出自己的成绩。而放在社会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赞扬救火英雄，可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去追究那个火灾的责任吗？说得好，说得好。大家很爱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可是我问大家，有谁真的愿意生活在那个英雄辈出，但是危机四伏、惊涛骇浪的世界里面？就在《复仇者联盟》那个电影里面，他们自己就讲了，复联最希望有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不需要复联的世界。所以我不知道对方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希望宁愿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做一个给力的普通人。谢谢。谢谢秋晨慷慨激昂，说的非常有道理。除了离题以外，他这一段所有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尽量不要让力挽狂澜的情况出现。我们要在制度层面上做到事先预防，我们要把东西做在前面，不要让它出现力挽狂澜的情况。今天题目问的是出现了之后的选择。今天不是说我们制度层面让火不要烧，我们问的是火烧起来的时候，救火队员要不要冲上去？我们都希望制度做在前面，但对秋晨，我想你也认可一句话：没有制度是完美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力挽狂澜出现的概率，但它总有出现的可能。就像你刚才举的辩论的例子，我们在制度上不断的改进，会尽量减少那种前面说可能坑比较大，需要最后一个人填的情况。可万一出现了，最后一个人该怎么做呢？他最有能力。前面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坑，他站了起来，挽还是不挽？利还是不利？不利，是，也许队伍就很和谐了，大家觉得，哎，你跟我们一样怂，然后就输了。可是利还有一丝赢的机会啊！你刚才在不断的在提到制度层面上要不断的改进，哎，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观点，跟我想的很像啊。今天职场在制度方面的前进方向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往前面推10年，我们写字楼的隔间都是啪啪啪，一格一格一格，每个人在自己的隔间里，我不知道旁边人在干什么，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别人的事情我也不要管。现在我们去谷歌，去很多新的公司和办公楼，一进去敞敞亮亮，正中间一个大客厅，那是营造的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家的感觉。我们未来的公司也好，职场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家的文化，所有的员工在一起喝着咖啡。所以我最新看到的一个新闻，也可以抱着狗狗上班了。大家可以很热情的在里面谈论，同事工作和生活已经越来越高度重合，同事在更多的场景里像是你的家人。各位，你家人弱了，你家人遇到困难，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要不要帮？你的弟弟哥哥出这事，你要不要帮？就这么简单呢。所以你看，刚才在对方所说的所有的陈述中，我刚才有记啊。甜甜姐说，我担心他是不是要陷害我。
我担心艾丽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非要这么做我就走。秋晨说：“你看前面挖了一个天坑，最后一个人起来，那情景有点微妙。我们在对方的这种职场价值文化当中看到的不是真诚、坦诚和信任，看到的是颇有芥蒂，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猜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同事与同事都力挽狂澜的一个公司、一个职场文化当中，大家就像朋友一样的工作，大家就像家人一样的生活，这么一种公司有哪里不好呢？而且我再回到最初我说的那句话，也是我最后的一个落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恒的强者。”没有谁是永恒的弱者。今天别人有难需要你帮，明天你也可能有短板需要别人来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一种你有问题我就帮你的态度，团队合作不就出现不就和谐了吗？就这么简单呢。说得好，谢谢。哪位？我觉得，掌声响起来，我心甘。我谢谢你们。我觉得奇葩说录到现在，我一直陈明的每一次发言都让我思考到一个崭新的辩题，就是到底什么辩题能让陈明屏蔽掉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对。从长生不老到世界末日，从朋友圈到谈恋爱，从父母关系到亲子友谊，他任何时候他都能说 We are family。We are family。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咱们今天为什么不讲这个 We are family？ 为什么不讲人有没有缺陷？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讲了半天这个东西不叫力挽狂澜，叫做公司里面有分工。OK， 有分工，大家要互相协作的时候，是不是叫力挽狂澜呢？那不叫，什么意思？比如说。现在诗阳老师需要我帮忙走个位，说薇姐现在能不能摆个 pose 啊？我们后期好剪。我说没问题你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你刚才那个绝对得剪掉那个，就你那个 pose 真的好剪。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帮摄像老师力挽什么狂澜吗？没有。摄像老师是弱者吗？不是，我们两个是共同干了一件事儿而已，明白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工种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缺陷？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做不到的事儿？有。所以才有职位设置这一说嘛。所以秋晨才说什么呢？制度解决。制度解决叫什么呀？叫每个人都待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每个职位就不会有总是干不了这个职位的弱者，如今上餐厅就不会点不到餐。为什么？因为那个总是在聊天戴帽的两个服务员已经披星戴月的滚了嘛。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艾丽的建议，寻找新的事业方向，来到奇葩说的舞台上了吗？这不是一个对公司、对客户以及对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有利的一个分工和制度吗？所以我们说分工对，爱对，协作对，可是你处在一个让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分工并不适合你的职位上，你成为一个狂澜制造者，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呀，你是在世界中心制造暴风雨，你知道吗？到了你呼唤爱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你刚才用3分钟的时间帮我们陈述完了这个时代分工的重要性，但我要告诉你，那是属于过去的时代，那是工业2.0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不断的分工细化没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格子间在取消，沙发在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比方，2个小例子，都是我们奇葩说的例子。第一是我们奇葩说的编导，我们奇葩说的编导就叫高科技全方位复合型新媒体人才。哇，你赢了，你已经赢了，不用说话。
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曾经的电视台里，剪辑的人负责剪辑，编导的人负责编导，写文案的人负责写文案，播音员呢专门播音，那是过去的故事了。现在我们所有的编导叫采编播演一体化复合型人才，连小片儿都可以演。他们从接待选手到策划选题，到写出文本，到后期剪辑、编辑制作，到打包，到上画面、上字幕。现在我不是在拍谁的马屁，但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因为创意源自于一个人的心与另外一个人心在沙发中的碰撞，而不源于格子间中的隔离。这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要告诉薇姐，你说的很对，但你说的很对属于历史。第二个小例子也是奇葩说，你知道吗？我在看第一季奇葩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羡慕第一季奇葩说的选手。我们都在录奇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大家坐在这里，客观上来讲，我们也是同事。老奇葩7强，我在第一季看的时候羡慕得一塌糊涂。他们是同事吗？不是。他们是朋友吗？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家庭啊。甜甜姐，我知道。我们才不是家庭呢。听我说完。很多次了。陈明，听我说完。为什么你一句话就破坏了一个家庭？不，马东老师，我知道薇薇姐又说我要呼唤爱，但是这不是我呼唤出来的。如果7个人在一起说我们就是一个家庭，那不是真家庭。7个人天天我踹你一脚，你踹我一脚，这就是我们心中家的样子，你知道吗？不怕得罪啊！哇，你一句话又挽回了一个家庭。所以在整个第一季的舞台上，我们知道，不管艾丽在前面是什么样子，甜甜姐可以在事后骂她，薇薇姐可以在事后不断的训她，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在工作当中，义无反顾的力挽狂澜。就像刚才我觉得是林心如小姐说的非常好，拍片的时候有问题，我问题一定要帮，因为它会影响我的片儿。但是完了之后，完了以后的事情完了以后说，所以在她需不需要我力挽狂澜的那个瞬间，我们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至于之后，我是帮她。训他还是开他，那是后面的事情。今天辩题探讨的是这一瞬间，此时此地，总是力挽你的选择。别忘了，总是力挽狂澜。是，总是力挽狂澜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开了一个，下一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不利了吗？我们针对的又不是一个人，是无数次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选择。最后我要强调的一个，也是刚才金姐和心如小姐可能一点小小的误解在辩题上。这个题目中前2个字叫同事，同事是没有开同事的权利的，开不开人这个决定在领导。我帮了同事力挽狂澜之后，我不是要你默默帮、傻子帮、暗在地里帮的事情要堂堂正正的跟领导讲。他老是出乱子，我老是帮他，领导，我说实话我也很累，但是为了这个事业我一定要帮，但之后领导您说了算。最奸诈的开还是不开？这种人，领导必须。是不是傻逼？可以了，吓人了，哥们儿。人家都站在世界中心，你们就不能让人家呼唤爱吗？怎么了这是？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们其实向往的真的就是一个像各位、像对面坐的各位那么一个家的环境。家人遇难，请伸手，就这么简单。别着急。他说的理由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他至少说的一点，我觉得还是说准了，就是奇葩说这个编导团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往后面看，那个站在最上面的那个女孩啊，就是有橘色的那个啊，对。她呢，她经常大家会在奇葩说里看她演一些小品啊什么的，但其实她真实的工作是在组里面负责买盒饭。而且他是全组的颜值底线，这个组就是最差也就长成这样了。好，陈明说完了，一句话，给他说一句话，给他说。艾丽说，我就说一句话吧。今天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不是说不帮，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因为这个数就没头了。你说你帮了3次，你帮第4次，帮第4次你帮第5次，你要帮到永远吗？好了，知道了。只有一种人我会帮，就是我帮到山无棱，天地合。那是尔康，不是我同事，就这么简单。要起来说话。叫你管好你孩子，你怎么不管好呢？今天晚上楼梯见。当然是要一而再再而三3、4帮到无穷。为什么？我们选择力挽狂澜，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想象成这个同事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必须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才能去力挽狂澜。他犯的错误，我们做出一点点小事，也许就能帮他力挽狂澜。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同桌就是忘带橡皮了？你借他一块橡皮，对他而言就是力挽狂澜了，对不对？所以帮他一下是帮，帮他2下是帮，总帮他也无所谓。在不断的帮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获得一点什么？总共2点东西。第一点东西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点满足感。
其实这种满足感的建立，不仅来源于我平日工作办得好，也来源于当我其他的同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去帮他，而不是别人有这个能力去帮他。第二，是如果这个同事被开除的时候，大家闲言碎语，我有话要讲，这点很重要哦。就是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往往要提说他这件事他做不了，他为什么做不了？潜意识里是我能做，所以我才有资格讲。所以我如果没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呢？所以当我不断的为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就算被开除了，就算离开了这个公司，这个时候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告诉大家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不是像一些鸡婆一样闲言碎语，这是一个资格的问题，对不对？就2点，谢谢。好，哇，周学义老师要发言了。要帮对面力挽狂澜。这件事情很奇怪吧？我先制造点狂澜，等会我们队友再来挽一挽啊。刚才斯达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举手之劳可能就会帮别人力挽狂澜，你怎么会不帮呢？我们当然帮，我一定会帮。可是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我帮完了你之后，你跟我说周老师，你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吧，这算个什么呢？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不会嘛？你会说周老师，你救了我了。你刚才就借我一个橡皮，就使我的高考能够考上大学，你力挽了我的狂澜，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嘛，就是说你只是把那个力挽狂澜的标准进行这个相对化而已，这个没有意义。然后陈明那个我就不想说你了，就是你那个更奇怪，马老师你知道吗？他在给你挖一个很大的坑，为什么？他在告诉你，你们奇葩说剧组很多编导都是狂澜制造者，每一个人都制造了无数的狂澜。站在沙发上，然后不同的狂澜对撞，明白这意思吗？没有啊，你们奇葩说不是一个个的小格子，而且每个人在沙发里面都在制造狂澜，别人都在帮他补。我觉得是你在帮我告诉我这件事儿啊。我在帮你揭示陈明讲的那件事情。你在帮这一组力挽狂澜。翻译一下，翻译力挽。我翻译一下刚才哲学家所说的德语。你不可以讲的比他多。非常简单。你只翻译哦。你借我个橡皮擦，你说就是举手之劳，没问题。你总管我借橡皮擦，你这不是让我力挽狂澜，你是把我当文具店呢。就为了讲这一句吗？第2句，马老师，你别觉得他们人人全能对你来说是什么好事儿，这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你单飞，你知道吗？你这是翻译吗？翻译了。你这是创作，你知道吗？再创作。来，如晶。薇薇姐刚才就用了行为艺术告诉我们，她帮啊！你看周老师录了多少集了，每一集周老师都有一个坑，每一集薇薇姐都站起来。所以这不是总是有问题，总是在帮忙吗？这不是一家人吗？所以说不帮，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帮的。对呀。没有，这个要向如晶解释这件事情。如晶是在这方面不太明白。这个不是同事之间要力挽狂澜，他是用行动证明一种东西，叫男女之间的情愫啊，跟同事没有关系。对，跟本题没有关系。今天是来干嘛的你们？不是，就说明有问题，但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不能说，让他们自己说。哎呀，好感人哦！你们才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吧？对呀。还有再倒带回去看每一集，他们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这就是说，有时狂澜挽一下，挽一下，挽一下，还可以挽出感情出来，这也不是很好吗？后排的服务员都站起来干什么？啊，好吧，好吧，让我们留一个悬念吧。林心如小姐，你听出其中的奥妙了吗？我大概知道了。哎呀，连你这么耳朵根子软的人都听出来了。好吧，我们辩论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哈。我们要听听两边团长和最后林心如小姐的立场选择。那这个两边是康永哥先说还是金姐先说呢？看金老师的意思，我都好。你先说吧。好，大家都看过《康熙来了》吧？看过。小 S 是不是很可爱？非常可爱。
可爱跟爱是不一样的。可爱是可以爱，就你不可以。刚刚范甜甜离题讲一下她现在红了、身价变高了的事情，我就顺着这个讲一下啊，就是演艺圈呢，不是谁红谁身价高，是谁力挽狂澜谁身价高啊。康熙为什么那么好看啊？就是康熙一沉闷的时候，小 S 就力挽狂澜。那就像一场沉闷的足球赛，有一个人踢进1分，全场的观众呢为之欢呼陶醉的同时，他就在乎那进球的一刹那而已。所以足球踢了那么长的时间，观众在记你怎么运球、怎么挡人吗？没有，观众记的就是进球的那一瞬间。林心如演戏也是一样，就是她让观众刹那之间泪崩的那一刹，那个就是立功的时刻。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谁会记得那些在清朝的宫里面走进走出的那么多的人？你还是会看那几个打动你的角色，因为他们射门得分了，他们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就哭。所以林心如赚到了很多人的热泪，小 S 赚到了很多人的笑声，范甜甜你自己赚到了大家的欢呼，那就是你们力挽狂澜的时刻。我们有钱的大老板们不花钱在你们身上，花钱在谁身上？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双方都非常的理想化，一边在讲要靠制度，一边在讲是 family 啊，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对于每个人生活的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生活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实现你自己。你很弱，就实现那个很弱的你自己；你很强，就实现很强的你自己。人只有在实现了自己，才会感觉到快乐，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赚多少钱，你创多少公司，那都不值得你实现你自己。如果你很会种花，把花种好了，你就实现了你自己，你就会感到满足跟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当别人能力很差的时候，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力挽狂澜，在我想象中，既不是那个制度要求你们要分工合作，或者是这边说客户会满意或者是不满意，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实现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把2只手插起来说，老子就是不帮你的忙？你耽误的是谁？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你有几次机会可以把手这样踹起来说，老子不帮你忙？你每年12个月踹12次手，你这1年就过去了，你要到哪一年才实现你自己啊？所以你有能力，你就要发挥出来。你何必为了别人是笨蛋还是弱者，你就不发挥你自己？这没有道理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哦，那你有能力力挽狂澜，你当然展现你自己。那些没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怎么办？那些就是求你的人啦。世界上就这么2种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说，当别人求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出手？我是绝对出手的，我干嘛不出手？我不是为了可怜他或怜悯他，我是为了实现我自己。我是想知道我自己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你认为我每次在这边讲话是为了要让我的队伍赢吗？我在这边讲话是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呀，我是要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听进去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算我讲了什么话，让分数变得比较高一点，那真的不重要。就是你力挽什么狂澜，你在你这边餐厅里面。像如今讲的，他培养了什么美德？就是别人不做事的时候，他做事啊。你认为那个勤劳的美德没有种在颜如晶的身上，让他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吗？我觉得有。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次力挽狂澜，最后是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棒的人。心如刚刚讲得很客气，说同一个笨蛋新人不会跟他每一出戏都撞上。如果撞了3次，心如总会开口说：“我们下次不要再请那个人跟我一起演戏了吧？”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当林心如说“我们不要再找那个笨蛋跟我一起演戏”的时候，还会跑出另外一个新的笨蛋来的。所以林心如还是得力挽狂澜，她还是得在这出戏很沉闷的时候表演一个特别棒的一场戏，让观众为之落泪。然后康熙要做10几年的节目，我们哪一集不会遇到一点状况？我们怎么会不需要小 S 力挽狂澜，让大家笑出声，觉得这一集是值得欢笑的一集？所以力挽狂澜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那个求你帮助的笨蛋。谢谢。说得好，我们来听听金姐。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啊，我们在看那个卡通片的时候，他用一种职场的方式
告诉我们是个职场现象，在职场当中跟你工作的人总是要力挽狂澜，是你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这种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现在在社会当中流传着一种观念：我弱我有理，你就该帮助我，因为你强，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与人为善是人的基本一个准则，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大家记住，无限度的爱那是滥爱。做人是要有原则的。一次我绝对帮你，2次我救你，3次你有问题。社会交往当中，每个人这个节制度就决定了你对社会的负责任。像心如说的，每次换个新人，这人需要帮助的话，那如果是永远是新人的话，我永远会帮下去。但一个人重复3次的话，我就觉得我不会再帮了。这个概念咱们要清楚。为什么我们有善良的、美好的语言的同时，我们有那么刻薄的语言？金姐在国内是典型代表，刀子嘴豆腐心。我说话比谁都狠，但谁需要我帮助他，我会帮助他。但如果我再帮着3次以后，我发现我害了他的时候，我就不要帮助他了。这时候我用最恶毒的语言，哪怕他不能接受的毒舌的语言，我抨击他，他骂醒了，我是救了他了。在职场当中，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你要是力挽狂澜，有那个决心的话，像马东一样自己开拓事业。在职场上，对于弱者我们要伸出援手，但对于无赖打住。请记住，总是求你力挽狂澜的人，不要救，不要帮，自生自灭。说得好，说得好。我相信现场纠结的应该不止林心如小姐一个人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在听完这个双方对掌之后，到底作何选择？我也再给你一点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职场故事。我在2个伟大的单位工作过，第一个叫中央电视台，伟大之处我就别多说了。第2个单位叫爱奇艺，它在5年内走到了整个行业的领先位置上，伟大之处也不用我多说。2个如此伟大的单位，我仔细回想，他们的共同点有什么呢？我觉得有3点。第一是，他们经常给员工提供一种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第2点，他们可以无限量的满足你一吃就变豆的 豆。第3点，这2个伟大的单位门口都停着非常多的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好了，做完了，该我现在说了。该你了。其实呢，康永哥说的话呢也非常打动我，金姐说的话呢也非常打动我。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职场的经验，我从一开始就出道，然后就是进入演艺圈当模特儿拍戏，然后到现在当制作人。当然，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是总是力挽狂澜嘛。面对新人，我曾经也是新人，所以也有人力挽我，所以我才有今天这个时候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当我可以挽别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去做，但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因为如果我每一次都这么帮你的话，我拖累是我整个大的团队，整个大的家庭。那这么大的损失，我要对谁负责？是我自己必须要负责的。所以我可以给你机会，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机会你不能给了1次之后，你跟我要第2次、第3次。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的观点。所以你的选择是反方，不利，不利，是吧？好，我们这个3位导师都做出了最后的陈述。